平常喜欢用平板打游戏的朋友们啊，弹幕打个1。那相信这一部分朋友肯定比较关注小尺寸平板。那么聊起8到9寸的小尺寸平板，肯定绕不开联想的拯救者 Y700。这些年呢，也一直在坚持每年做迭代。那我手里的就是刚刚发布的第5代拯救者 Y700。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看看联想是如何打造一台高性能电竞平板的。外观方面呢，依旧是比较硬朗的设计啊。带货下方呢，加入了一组 RGB 灯，用来加强整体的电竞属性。一体式铝合金机身，后盖和中框之间没有一点缝隙，再加上哑光的工艺，真机的这个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。那配色方面呢，依旧是黑白两款。相对而言，我手上这台白色更不容易沾指纹。整机实测重量361.6克，对比上代呢重了15克。那显然这次是堆料了啊。具体呢，我们就边拆边聊。第一步，关机后取出卡托，支持最大2TB 的 TF 卡扩展继续保留。卡托材质呢为金属加塑料，内侧有防尘防水的胶圈。那全金属一体化机身拆解从屏幕入手，加热后划开粘胶，打开屏幕，开门见山就是这个产品线最标志的超大 VC 均热板了。新款在可维护性上做了结构优化，在2个电池接口和屏幕接口的对应位置进行了镂空。那这么设计的好处是在更换屏幕的时候啊，就再也不需要像老款那样还要拆 VC 了。毕竟这么大的 VC 来回拆装还是比较容易出现变形等问题，影响这个散热效率的。裸露出来的所有接口都使用金属盖板加螺丝固定，防止松动。卸下螺丝取出盖板，首先挑开2个电视接口进行断电，随后挑开屏幕接口分离屏幕。新款依旧采用华星光电的 LCD 屏幕，主要参数和上代那款呢完全一致，拥有同样的尺寸分辨率、刷新率以及调光方式，同时触控采样率也拉到了最高480赫兹。那实测手动全屏最高617尼特，强光激发后呢突破了800尼特，亮度相比上代略有提高。屏幕背面是 LCD 特有的铝合金封装，在保护屏幕同时呢，还能辅助散热。上方贴有多块泡棉提供减震保护，驱动板上呢也有相同的照顾，下方还有散热膜来加强均热能力。揭开散热膜呢，就能看到啊，采用的是 TDDI 方案。驱动板上没有触控 IC 的踪迹，那触控 IC 和显示驱动 IC 集成在了一起，通过软件查询方案提供商呢为联用。第二步，拆卸主体部分啊，对比上代 VC 均热板的尺寸，从上代本就可观的12000平方毫米呢，进一步扩大了40%多啊，来到了17353平方毫米，覆盖了整机65%的面积。那更大的 VC 面积也让内部的冷凝液容量增加了40%，并且依旧采用导热性能出色的铜合金材质。卸下所有固定 VC 的螺丝，取出 VC 正面贴有多块用于改善整机电磁兼容性的导电布，在有排线穿过的区域贴上了黑色绝缘胶布保护，防止 VC 较为锋利的边缘磨损排线。那 VC 背面的主要发热芯片位置涂有导热材料，加强导热性能。剪开 VC 可以看到内部有铜网加3条毛细线，那配合时刻沟槽加强均热能力，实现更好的性能表现。整机的内部结构对比上代呢变化并不大，那依旧使用中置主板设计 ，SOC 位于机身中部，可以更加均匀的将核心发出热量平摊在整个机器上，从而均匀的散发出去，提高均热效率，同时也能降低双手握持区域的温度感知，一举两得。卸下所有固定螺丝，取出多块主板盖板，其中一块盖板的边缘沾有边件的锅载片排线，通过触点和主板连接。主摄的位置呢贴有导电布保护，挑开主板上的所有接口，取出主板。得益于平板内部充裕的空间，主板采用利好散热的单层设计，采用多层双面布板。PCB 来自江西红板，采用0.65毫米板材。主板背面的屏蔽罩上覆盖一片面积为2300多平方毫米的散热膜，左侧集成有整机唯2的2颗麦克风。正面的屏蔽罩上贴有铜箔，主要发热芯片位置涂有导热材料。接口和小元件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啊，正面集成有 TF 卡槽和长边的 Type C 接口，接口使用黑色胶套保护，那依旧是10Gbps 速率的 USB 3.2 Gen 2规格，支持 DP 视频输出。CR 散热铜箔，轻价导热材料，吹开屏罩，核心3大件的 RAM 和 ROM 都来自三星 ，RAM 升级为速率高达10667的 LPDDR5T， 旁边呢是 UFS 4.1 Pro 的 ROM。
，RAM 下方是高通的旗舰 SoC 第5代骁龙8至尊版。实际游戏的表现，大家直接看数据啊，王者的144帧，吃鸡的165帧，以及常规60帧的原神新铁都能轻松跑满。那看来是没什么压力的。我们继续上强度，更高分辨率的新铁，再开启抖音手游直播。拯救者 Y750代靠着精准的天喜 AI 调度算法，帧率全程一条直线，游戏和直播都没有出现卡顿掉帧的情况，重载压力下依旧游刃有余。所以在性能余量这么充足的前提下，不少游戏的超分插帧也给安排上了，比如原神支持从1080超分到2.5K， 并且还有120赫兹的插帧同开。那实际体验下来啊，角色的头发边缘会更加的锐利，整体细节确实更丰富了，插帧的延迟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。那即使是分辨率堆这么高，帧率表现同样直线一条，机身最高温度只有44摄氏度啊，整机功耗不到10瓦。另外，针对游戏实际的体验，联想还做了不少的优化。那首先是大家最关心的高刷适配，原生适配165赫兹高刷新率的游戏，像是和平精英、穿越火线、暗区突围、使命召唤、金铲铲之战啊、英雄联盟手游等热门游戏都支持原生的165赫兹，并且得益于屏幕采样率的提升，之前就有的 AI 像素居神功能呢升级到了2.0，开镜拖动会更加的平滑，画面更稳定，还新增了 AI 网络加速功能，可以降低游戏的延迟。那这套高帧率、高触控采样率、低延迟3板斧下来，在 FPS 游戏里的优势就不用我多说了，主打的就是快人一步。最后呢，就是不少游戏还支持原生 3K 的高画质适配。其实主流游戏啊都有向拯救者的系统申请 3K 分辨率，但实际真正目前输出 3K 的游戏呢有14款，接近 3K 画质的有7款，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自己玩的游戏上榜啊。当然，这么强的性能肯定不能只用来玩手游啊，所以联想这次带来了 PC 掌机模式，实际转移的性能还是不错的。1080分辨率下的不少游戏都能稳定畅玩，比如《四之歌》默认画质能够稳定跑到200帧，双人成型低画质下能够稳定60帧，只狼默认画质打斗场景也能稳定40帧，配合拯救者的手柄自带震动马达和 RGB 灯带 ，C 口直连，还有深度绑定的按键映射，不用复杂设置啊，随时随地都能在小平板上面搓3A 大作啊。不过这次最直击我灵魂的还是这个极具情怀的街机底座，同样 C 口直连，即插即用，无需额外驱动，那标准8项摇杆搭配经典按键，一上手就能找回这个童年街机厅的感觉啊！自己下载个模拟器呢，就能畅玩所有的街机游戏了。取出左右2个扬声器，扬声器和上代一样，都是嘉兴奇声的1227规格，总功率3瓦。得益于较大的音腔尺寸，即便内部没有添加 N-Bass 声学增强材料，也能实现良好的低频效果。其中一个音腔上还贴有 WiFi 蓝牙的 FPC 天线，挑开2个镜头接口，取出前后摄像头，镜头的参数和上代完全一致。详细参数大家直接看图。取出后摄旁的副板 ，PCB 来自重达技术，采用0.58毫米板材，防护规格和主板一致，接口和小元件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。背面的闪光灯灯珠从上代的单颗升级为3颗，内圈还新增了9颗 RGB 氛围灯灯珠，用来实现多种的灯光效果。取出传感器排线，排线上集成有整机唯一的环境光传感器，传感器使用黑色胶套保护。取出机身右下方的副板 ，PCB 同样来自重达技术，但使用0.5毫米板材，防护措施和前者一致，没有发现接口胶圈和小元件封胶。上方集成有短边的 Type-C 接口，接口使用灰色胶套保护，根部有做封胶处理，采用 USB 2.0规格。取出左右2个 X 轴线型马达，其中一个马达为了连接到主板，额外焊接了一条导线，焊接处使用红色封胶保护。2个马达的规格和上代完全一致啊，都是 AAC 瑞声科技 SLA0815。最后一步拆电池，2块电池使用4条易拉胶固定，电池一胖一瘦都是单电芯单接口设计，总容量9000毫安时，相比上代提升了1400。制造商呢为东莞新能德，那电芯肯定就来自 ATL 了。能量密度通过包装尺寸计算呢，胖的在767瓦时每升左右，瘦的呢在765瓦时每升上下。包装内附带有68瓦快充头，实测1到100充电用时56分钟，同时是支持 PD 3.0和 QC 3.0的主流通用充电协议。那即便身边没有原厂充电头，也能获得较快的充电速度。内置的旁路充电功能呢，还能减少边玩边充时的发热量，还能降低这个电池的额外损耗。值得一提的是啊，这一代的整机长度相比上代短了差不多1毫米，宽度相同。但是从电池的长宽数据看啊，这一代电池的投影面积呢增加了约800平方毫米，再加上 VC 的巨大升级 ，Y750代显然在产品布局上做了不少优化。
那剩下的后壳总成继续沿用铝皮塑骨方案，背板厚度呢在0.62毫米左右，属于行业的平均水平啊。通过后摄位置的走刀痕迹可以确定后壳使用了 CNC 加工，内部添加有黑色塑料骨架，除电池外，所有零件都固定在骨架上，两侧扬声器出声口都配备有细密的防尘网保护，闪光灯透进左侧3个触点，证明后摄 decal 内还藏了一条 FPC 天线 ，GPS 天线应该就在这里了啊。边框上的开机键没有集成指纹识别功能，只能使用密码或者2D 人脸解锁。对比上代新款取消了后壳内的散热膜，这应该是因为 VC 面积的大幅增加，使得整机的解热能力已经足够啊，就没有必要再将废热大量的传导至后盖了，形成不必要的温度感知。好了，拆解就到这里，整机有一种共33颗螺丝，重丝归位。所以这样的小平板大家喜欢吗？那总体来看，核心的性能更强了，当下最顶级的第5代骁龙8至尊版，中置散热结构以及拉满的24GB 加 1TB 豪华用料，实际的游戏表现也确实很出色。然后就是这块高分辨率、高刷新率的 LCD 屏幕和进一步加码的9000毫安时大电池，在小尺寸平板里绝对是很有竞争力的配置。另外还有 TF 卡槽、PC 模拟器、街机底座以及丰富的周边配件，带来了更丰富的娱乐性。那这也是目前小平板里独一份的存在。另外啊，联想拯救者是2026无畏契约冠军巡回赛 CN 联赛战略合作伙伴，那 Y700呢也是联赛官方的指定用机。那和赛事合作的好处，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所以打瓦用 Y700肯定是有加成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欧斌，我们下期想拆再见。